這是我見過最艱難的產婦。由於沒錢去好一點的月子中心給新生兒洗澡，大冷天的只能接點熱水在盆裡給孩子慢慢清洗。剛生下孩子沒幾天就跑到地裡去幹農活，只為給孩子多攢一些錢買幾瓶奶粉。一大早，阿平和乖寶就早早的起床了。由於生完孩子後一直没能給孩子清洗一下身子，趁着今天天氣還不算很冷，阿平打算燒些熱水給孩子洗個熱水澡。趁着烧熱水的功夫，阿平也不閒着，他還得趕去雞棚附近繼續幹活。這片地如果再不打理，不出幾天就會長滿野草，不僅很快就會荒廢，還可能招來蛇蟲鼠蟻。一旦剛養成的小雞再出問題，那可就麻煩大了。剛生完孩子沒幾天，阿平根本没條件像別的產婦那樣好好坐月子。他知道日子都要靠自己扛，不幹活就沒得吃。除完一圈草後，他也顧不上歇息，回頭看看那壺水也燒熱了，確認孩子還安穩地躺着，他才把熱水慢慢倒入臉盆，再添些冷水，一點一點地進行調溫。他用手反復測試水溫，直到覺得剛剛好，才端着臉盆進了屋。這會兒就是給寶寶洗澡的時間了。作為新手媽媽，阿平有點緊張，但更多的是認真和愛。她先給孩子輕輕地解開帽子，動作小心翼翼，又慢又柔。隨後她蹲下身，輕柔地解開小衣服上的扣子，一件一件退下，盡可能不弄濕衣物。一切準備就緒後，阿平先給兒子洗頭。他的手像羽毛一樣輕柔，每一個動作都帶着母親特有的溫度。寶寶也很配合，似乎還挺享受的樣子。洗完頭之後，阿平開始給孩子洗身子。雖然動作還有些生疏，但他的每一下揉搓都格外認真，臉上寫滿了母親對孩子的溫柔。他怕寶寶着涼，洗澡也不敢用太長的時間。一洗完，立刻將兒子抱進毛毯裡包住，仔細擦乾身體上的水珠，然後小心地放到床上，換上乾淨衣服，再蓋好被子。他的世界虽然清貧而艱難，但卻因為這個小生命有了光。隨後，阿平便準備燒些藥水來喝。阿平乾媽交代過，坐月子期間每天要喝幾次，可還沒煮好藥水，屋裡的孩子又鬧了起來。阿平一回到屋裡，立刻快步抱起還在哭鬧的孩子。小家伙還沒來得及吃奶，母子倆的日子簡直是無縫銜接的馬拉松。餵完孩子，他又匆匆出了門，看看院子的一角，地裡的玉米幾乎被雜草吞沒了。如果不是實在沒空，他也不至於讓這片小田園變得這樣荒芜。阿平低着頭，用鋤頭一點點清理着。其實他的身體早已透支，但卻依然拼命咬牙堅持。他也知道這樣下去遲早會垮，但阿平也是沒辦法，家裡還有個嗷嗷待哺的孩子，他根本沒得選。阿平昨天晚上一夜沒睡，抱着孩子哄來哄去，孩子一哭他就得餵母乳，孩子拉了他就趕緊去洗。這樣的夜晚只有他自己最清楚其中的艱辛。早上起來本該先給自己煮點熱飯，可他哪有時間顧得上，忙了好大一會。阿平這次坐在地上滿臉都是汗，這才終於歇了一小會兒。屋子裡這時候難得安靜，短暫的2分鐘休息之後，他又提起鋤頭回到田裡繼續勞作。但就在這時，屋裡又傳來了孩子的哭聲。小家伙估計又不舒服了，昨晚也是這種狀態，反覆折騰根本沒消停过。先用涼水冲了手腳，這才小跑着進屋。孩子被抱起来的一瞬間才稍微平靜點，半夜哭個不停，拉了好幾次，估計肚子也不太舒服。阿平也不敢大意，院子裡的事只能暫時擱下。說到底，孩子的健康比什麼都重要。這個小家伙才出生10幾天，一刻都離不開阿平，每天都要黏着媽媽才安心。或許他已經感受到，那個忙前忙後的身影就是他整個世界的依靠。